4月9号那天晚上，发生了什么我去给你拿。？4月9号那天晚上，你们公司有酒局，你喝醉了，你和楚楚一起上了范建成的车，楚楚被送回家之后，你被带到了油菜花店。那天你醒来之后，明明已经报警了，可为什么警察来了之后你又撤案了？叶思贝，是谁？警察愿意协助你，我也可以帮助你。为什么你要自己承受这一切？想明白了。报警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传出去不还是说我有问题？这就像小孩子打架，左脸被同学打了，没有必要回家再告诉家长再被打右脸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是我不够谨慎。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忘了就算了。就是，对不起。你有什么错？你只是正常的工作、上班、回家，你有什么错？对错不重要，算了。我们去报警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！这件事过了，当初不报，现在报什么？我过得很好，我不需要报警，我不需要。不报警，日子过得真的好吗？我过得好的，我不需要报警。你要离婚就离婚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让它过去好吗？只要我们都不说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我收拾，我现在就收拾。叶思维，如果伤害得不到公正抚平，伤口就会永远烂在原地，这才是开始啊！你会一点一点从内到外腐烂，你会为了治愈这个伤口而奔波半生，你会不停地想为什么是自己，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那个作恶的人可以好好的生活，而你自己却过成这个样子？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，大家都会同情你，因为你是受害者。可等到未来，等到大家已经忘记你受了什么伤，却只看见你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这样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只会觉得叶思北是个烂人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就是个烂人。我妈说了，人得认命。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思北，你要试着去赢一次，就赢一次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赢过。你以为我没有试过？我试过。小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努力读书就可以改变人生，可是没有。我以为我努力工作就可以改变人生，可是没有。我以为最难熬的永远是现在，只要熬过去了，最美好的永远在未来。可是结果呢？永远有更多的苦难在未来等着你，永远有更难熬的事情在未来等着你。是我不够自律，我不够聪明，我不够谨慎，我愚蠢，我矫情，我情商低，我已婚未育，没有单位想要我。我拿什么条件挑三拣四？我读了大学不还是月薪3500？我人生的指责还不够多吗？让我赢，可是我拿什么赢？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，我想好好生活，我想像一个普通人一样，不对抗，不叛逆，随波逐流，不带任何期望的生活。我这个要求过分吗？你嘴上说着要放弃，可心里却住着另外一个自己。从
子贝，如果你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好好的生活，那就跟我去报警。姐夫，你一直都知道，连你妈也知道。果然是一家人。姐夫，你听我说，我姐不报警，是我和我妈拦下的，所有的错都在我们，真的不是她软弱。我知道不是她软弱，软弱的是你。你初3没考上重点高中，是你妈给你交的择校费。为了给你交择校费，你妈不愿意给叶思北还1分钱。你姐是自己想办法读完了高3，考上了大学。大学了，你每个月问家里要钱去谈恋爱，去参加社团，你姐呢？你姐自己打工赚钱，连向你妈要买一台电脑都觉得羞耻。毕业后，你吃着家里，用着家里，住着家里，啃着家里的。你结婚了还要问家里要钱，叶念文，你以为你的首付是哪里来的？啊，是你姐，是你姐拿了信用贷给你借款贷了10万。叶念文，这些你不清楚，你不知道吗？姐夫，可我真的不知道那10万。你不能知道，你是不是不能知道？不，你可以知道，只是你不想。每一次你爹妈为你作恶，你选择装聋作哑，因为你享受着从你姐身上剥夺的一切，你害怕丢掉这么轻松的生活。过去你姐为你做过的所有的牺牲，你永远都晚一步才知道，然后说句对不起，来弥补你内心的那点愧疚。叶念文，你但凡有一次活得像个男人，你姐都不会活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你不敢报警，你口口声声说是为她好。这叫为他好吗？啊，他现在过成什么样，你不知道吗？这叫为他好，这叫不给你们惹麻烦，这让所有人都可以继续平静的生活，除了你姐。可我是真的希望他。你就是这软脚虾，你就是这蛀虫。你就是吸着你们全家的血长大，还要假装自己是正义善良的伪君子。你如果真的为他好，你如果真的在意你姐，你就该为他讨回一次公道，告诉他，他没有错，他可以堂堂正正的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可你们有过吗？你们没有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叶思北会活成今天这个模样？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因为你们全家，你们所有人，包括我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叶思北，他生来没有错。他可以好好的活，从来没有。可能我现在我说了，你也不会信，但我是真的。希望他永远是我最崇拜的那个叶思北。
需要什么帮助吗？我要报案，具体的报案内容是？我被强奸了。姐，你往哪儿跑？阿姨，你妈都挂了！阿姨，放开我！阿姨，干什么呢？这是！妈，你也别跟你姐妹发言好了，妈，你别这么使劲。阿姨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去哪里？告诉他们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报警。报警？报什么警啊？4月9号那天晚上，我没有回到家，我被强奸了。胡说！你胡说！你疯了你啊，叶思北！你想闹到什么时候？秦南，你去找大夫去。走，跟我回去。妈，你冷静点，你听他说呀。要为自己讨一个公道，我要去报警。我不许你去。我过去不许你去报警，现在不许你去报警，明天我还是不许你去报警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找到了人，定了罪又能怎么样？你的清白能换回来吗？啊？别人会怎么说你？你想过没有？我想过了，他们说我会痛苦，可我忍着不报警，我就不痛苦了吗？既然都痛苦，我为什么要忍着呢？思北，谁不是忍气吞声活一辈子啊？你想过我们吗？金南，还有你爸，还有念文和楚楚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出了门，我们的老脸往哪儿放？还有他们两个马上结婚，他们日子怎么过？你不能只想你自己，你怎么那么自私啊？我自私？我自私吗？啊？你跟爸想要一个儿子，所以生了我又生念文，把我藏在乡下3年都不见。爸丢了工作，一家人穷得喝西北风，还要说是我害了全家。你们不自私？你们想给念文上一个好学校，给他交择校费，我读书1分钱都不给。毕了业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好工作，你们怕没人给你们养老，到我公司去闹，害得我丢了工作，把我逼回南城。你们不自私？我结婚，我工作，你们从来没有问过我过得好不好，从来没有问过我和秦南会不会吵架。1年份结婚，1年份买房，你们只会问我要钱，他要钱我就不要吗？你们说我自私，可你们呢？你们为我做过些什么？我现在走到这个地步，我不求你们为我做什么，我只是想为自己讨一个公道，我也叫自私吗？你就是自私。我生你养你这么大，你说我什么都没为你做过，你觉得我为什么不让你去报警啊？你觉得为什么我不让你们俩离婚呀？我是为了我这张老脸吗？我是为了你。
那就让我去报警。我现在之所以站在这里，而不是天台，就是因为我要把那个人渣送到牢里去。我连死都不怕，我害怕活不下去。如果你爱他不是你，就让我去。姐，去吧，我陪你去报警。对不起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其实很多事情我都知道，我也能察觉到，但我就是不敢深想。我就觉得这些事情不是我做的，我就可以不用愧疚，我就可以理所应当的享受姐姐给的好处，对姐姐的困难不闻不问。每回遇到什么事情，我其实都下意识的逃避，然后给自己很多的理由。但其实我知道，姐，你做的对。我还记得我上学的时候，我们学校老师和我说，法律就是在和世界的恶进行对抗。这条路从不好走，但得有人走下去。如果你不去争取自己的权利，最后就没人知道对错是什么。姐，当初我不希望你去报警，是我觉得太苦了，但我没问过你，你要不要走。如果你现在愿意，我陪着你，我们去报警。无论最后结果怎么样，那个错的人都不是你。谢谢。需要什么帮助吗？我要报案。喝点水吧。好，谢谢。哇，这怎么穿着病号服就来了？都没回去换件衣服，这么着急啊？我怕再晚一点儿，我就不敢来了。叶小姐，你别紧张，等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。我们先确认一下您的基本信息：您的姓名、叶思北，年龄、 28岁，家庭地址、南城市复兴街道9号楼503，工作单位、富强置业。具体的报案内容是。我被强奸了。您好，潘建成在吗？嗯，这个，
我们老板在办公室。我带您上去。好，谢谢。来这边。这边。范建成是吧？啊，是我。你好，我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。哦，这2天啊，我们那儿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一下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案子啊，这是传唤证。左右下蹲，右拳左拳下蹲，左拳右拳下蹲，右拳左拳提膝，右拳左拳左拳。警官同志，这没必要吧？公司里不是说让我来协助调查吗？怎么就给我这就是走个正常流程。4月9号晚上，城郊油菜花田发生了一起强奸案，被害人叶思北，是不是你干的？老实交代啊！叶思北强奸？不是，这个我根本不知道啊！这搞错了吧你们？你别给我装傻啊！我们既然叫了你来，就是掌握了一定证据。我听说叶思北要办贷款，你还在公司给他开假收入证明，这不合规吧？叶思北找我，他说他弟弟要结婚，然后想买房子，家里条件又不太好，想让我帮忙开个证明。我跟他谈了很多次，买房子是大事情，要量力而行。可是他就一再的找我，我出于好心也就帮了他了。你为什么就对叶思北这么关照啊？我说林警官，你不会觉得我跟他之间有点什么吧？不过这也难怪，她的丈夫好像也有过这种想法。但是你们可以去公司里问呐，我对公司里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的，不光是叶思北，所有公司的员工，我都是一样，能帮的尽量的帮。比如说那天那个饭局吧，那些女孩子们喝酒，我都尽量的拦着。你说一些女孩子家的喝那么多酒干什么，是吧？前2天那个叶思北跟我请假，然后他还旷工。其实我当时挺生气的，因为公司确实特别忙。可是后来他跟我说，是因为他身体不舒服，我也就准了他假了。师傅，咱为什么不继续审审他呀？你不觉得他刚才那套说辞是提前编好的吗？如果这事儿真是他干的，那黄早就边缘了。那也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呀。没说要放过他呀。再等等。到底在等什么呀，师傅？思北。啊。你吃饭了吗？
我给你做点吃的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不想吃。警察今天应该是在查案子。找了好多人去问话，然后大家都知道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好多人给我打电话、发消息安慰我，他们让我别放在心上，又说我可怜，问我下半辈子怎么办。我下半辈子跟这件事儿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本来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们，所以有了关系。不过他们也是好意，我明白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把手伸出来，手指张开。刚从学校出来那一年，特别难，工资也比较低，事儿也比较多，老员工总欺负我们新员工。那时候我个子小，又瘦，我每天回来做200个俯卧撑，想让自己壮一点。后来爱上了打拳，就在网络上学习打拳。捏一捏，看紧不紧？紧。出右拳。记住，出右拳的时候，不是只有手臂发力，其实你的腰和你的臀都要发力。会不会打伤你啊？你要是打伤我，我请你吃饭。来，再试一下。右拳，下蹲。左右下蹲，右拳左拳下蹲，左拳右拳下蹲，右拳左拳提膝。右拳，左拳，左拳。是不是没力气了？我的问题，我忘了你刚从医院出来了，不好意思。累不累？来，你经常上来打拳。动一动，就不心烦了。你把高中读下去，后悔吗？没什么好后悔的，继续读下去也是浪费钱，不如早点出来打工，挣点钱，现在过得挺好的就好了。那你还喜欢什么？喜欢看电影，看小说，
做饭。你没骗我吧？叶思北，你说你嫁人还真不讲究啊！一男的高中毕业什么都没有，就喜欢喝酒打拳，这种人你嫁了图什么呀？那你不也一样吗？我那个时候没有工作，内向，长得一般，还有个弟弟，彩礼还要得高，那你娶我又是图什么？你可是大学生啊！那你还修车行大老板呢。